中午12点，面摊前面，你是不是也天人交战过？医生说我血糖偏高，那我今天吃饭还是吃面？大部分人的直觉是选面，理由听起来也很合理。面看起来比较清淡，比较好消化，白饭一大碗白白的淀粉，感觉就很甜。我告诉你，门诊里10个血糖偏高的病人，8个都是这样想的。有位65岁的张大哥更绝，他被诊断出糖尿病前期之后，直接把家里的电锅收起来，午餐晚餐全部改吃面，觉得这样就是在控糖。3个月后回诊，他的糖化血色素不但没降，还往上爬了1格。张大哥当场愣住，我饭都戒了，怎么会这样？卫教师决定做一件事，让他带上连续血糖监测仪，就是那种贴在手臂上，每5分钟记录一次血糖的小圆片，然后连续2个星期，用真实数据来回答这个吵了几十年的问题。同样一碗白饭和面条，到底谁让血糖飙得比较凶？结果出来，连卫教师自己都吓一跳。而且更意外的是，后来他们发现，只要改变一个煮法，这场对决的输家可以直接翻身变赢家。这个煮法是什么？我留到后面讲，因为你要先搞懂一件事，不然学了也是白学。这件事叫做升糖指数，简称 GI。你可以把 GI 想象成食物的血糖冲刺速度，同样是淀粉。有的像100米短跑选手，一下肚血糖立刻往上冲；有的像慢跑选手，慢慢释放，后劲绵长。白饭、白面包、稀饭这种精致淀粉，普遍是短跑型；糙米、燕麦、地瓜这些带着纤维的，就偏慢跑型。但这里有一个大部分人不知道的重点， GI 不是食物的固定体质，它会随着煮法大变身。同一种米煮得越软烂， GI 越高；同一种面煮得越久越糊，血糖冲得越快。这就是为什么稀饭明明看起来最养生，却是血糖病人最需要小心的主食之一。米粒煮到开花，淀粉全部糊化，等于帮你的肠胃把消化作业都写完了，糖分直接快速进血液。记住这个糊化的概念，等一下的实测结果你就看得懂了。讲到糊化，我必须先岔出去讲一个台湾家庭最容易踩也最舍不得承认的地雷稀饭。多少长辈生病没胃口，家人第一个反应就是煮碗粥吧，好消化。没错，粥确实好消化，但好消化翻译成血糖的语言就是吸收超快。米粒熬到开花糊烂的白粥，下肚之后几乎不需要肠胃做什么工，糖分哗啦一下就进了血液。对血糖正常的人，这只是小波动，但对血糖已经在边缘的人，一碗白粥配酱瓜的早餐，可能就是每天早上准时引爆的一颗小炸弹。更心酸的是，很多长辈就是因为养生才天天喝粥，喝了10年，血糖也悄悄爬了10年。这里顺便把糖尿病前期讲清楚，因为张大哥就是这个族群，而台湾这个族群的人数多到吓人。所谓糖尿病前期，就是血糖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但还没到确诊糖尿病的程度。空腹血糖或糖化血色素卡在灰色地带，它最可怕的地方是完全没有症状，你不会渴，不会累，不会瘦，唯一知道的方法就是抽血。但好消息是，这个阶段是可以回头的。研究一再显示，在前期靠饮食调整和运动，有相当比例的人可以把血糖拉回正常区，根本不用走到吃药那一步。所以如果你的健检报告上血糖栏有个红字或黄字，别摆烂也别绝望，你现在看的这支影片就是为你拍的。好，回到主战场，稀饭的教训告诉我们，主食的形态比主食的名字重要。同一碗米，干饭、稀饭、冷饭是3种完全不同的血糖剧本。那面呢？面的剧本一样精彩。回到张大哥的2周实测，设计很简单，控制同样的分量，同样的配菜，同样的用餐时间，单周轮流测试几种主食，白饭、白面条、汤面、干拌面，全程用连续血糖机记录饭后2小时的血糖曲线。第一个结果就打破了他的信仰。一碗白色的阳春面下肚，血糖曲线的高峰跟一碗白饭相比，并没有比较温和。面条和白饭本质上都是精致淀粉做的，
就像同一个家族的两兄弟，你以为换了一个就安全，其实只是换了一件外套。第二个结果更残酷，实测里标的最高的不是白饭，而是那碗勾芡的羹面、肉羹面、大卤面这种羹汤类，汤里的芡汁是用太白粉勾出来的，太白粉几乎是纯淀粉，而且已经完全糊化，等于是液态的快速糖，再加上羹汤普遍偏甜，面条又煮得软，这碗看起来热乎乎很滋补的面，让血糖曲线冲出了2周实测的最高峰。张大哥最爱吃的刚好就是它。第三个结果才是真正的翻案关键，同样是白饭，刚起锅热腾腾的饭跟放凉过再回温的饭，血糖曲线居然不一样。放凉过的那一碗高峰明显比较缓和，这就要讲到今天最值得你记下来的一个名词，抗性淀粉。白饭煮熟又放凉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淀粉的结构会重新排列，变成一种肠胃比较难分解的形态，这就是抗性淀粉。它有点像是淀粉上了锁，小肠消化不动，它血糖自然升得慢，它还会一路走到大肠，变成肠道好菌的食物。更棒的是，这个变化是不可逆的，饭放凉之后再回温加热，抗性淀粉大部分还在，所以那个能让输家变赢家的煮法现在可以揭晓了，把饭煮好放凉冷藏，隔天再加热来吃，就这么简单。隔夜饭、寿司饭、便当里的冷饭回温，血糖冲击都比现煮热饭温和。日本人吃了几百年的冷饭团，还真的吃出了道理。如果你愿意再进一步，煮饭的时候掺1/3的糙米或燕麦，纤维加上抗性淀粉，这碗饭就从短跑选手变成慢跑选手了。实测的最后几天，卫教师还让2位候补选手下场糙米饭和地瓜，结果不出所料，但很有教育意义。同样一碗的量，糙米饭的血糖曲线比白饭缓和一截，糙米外层的麸皮和胚芽就像天然的缓冲包装，让糖分排队慢慢进场。不过要提醒，糙米混白米对第一次尝试的人比较友善，肠胃弱的长辈从1/3糙米开始掺，慢慢往上加，不要第一天就整碗全焯，吃不惯又胀气，反而放弃。地瓜的表现也不错，但有个陷阱，烤地瓜因为高温让糖分焦糖化，升糖速度比蒸地瓜快，而且地瓜再健康也是主食，很多人把它当点心饭照吃，地瓜多吃1条等于1天多吞1份淀粉，它是用来取代白饭的，不是用来加码的。讲完饭的翻身仗，回头把面的陷阱一次讲清楚，因为面的问题比你想的更隐蔽。陷阱1，勾芡刚刚讲过了，羹面类是实测冠军，血糖偏高的人看到羹字请自动绕道。陷阱2，汤面的汤，面汤煮的过程中，面条表面的淀粉会融进汤里，你把汤喝光，等于把一层糊化淀粉全喝下去，更别提很多汤头本身就加了糖和大量的钠。吃汤面，面可以吃，汤浅尝就好。陷阱3，清淡的错觉。阳春面、白面线看起来最清淡，但它们是精致白面粉做的，而且往往一碗面除了面什么都没有，没有蛋白质，没有蔬菜，纯淀粉下肚，血糖冲得又快又孤单。反而是配料丰富的面，蛋白质和纤维会拖慢消化速度，血糖曲线比较平缓。那面家族里有没有资优生？有。意大利面因为面体结构紧实， GI 在面类里相对低，荞麦面、全麦面条也比白面条好。冬粉要小心，它虽然热量低，但成分是绿豆淀粉，煮软之后血糖反应并不含糊。另外2个要点名的面线和油面，面线在制作过程加了大量的盐，一碗面线的钠含量常常高得惊人，血压和血糖问题经常是一起来的，这碗要节制。油面则是先煮过再拌油的熟面，精致度高，又多了一层油，也不是好选择。理论讲完，来实战，你我都不可能天天在家开火，所以我直接给你3个最常见场景的点餐攻略。场景1，自助餐店，这是控糖者的天堂，因为你有完整的选择权。攻略饭装8分满，跟老板说要糙米饭或五谷饭，如果有的话，夹2格深绿色蔬菜，1格豆腐或卤蛋，1格瘦肉或鱼，卤汁淋菜不淋饭，这样一个便当比任何一碗面都对你的血糖友善。场景2，
面店，真的想吃面，记住3个动作。第一，选干的，不选羹的。第二，加点1盘烫青菜和1颗卤蛋，让纤维和蛋白质进场护驾。第三，先吃青菜和蛋，再动面，汤留在碗里。同一家面店，同样的预算，血糖剧本完全改写。场景3，超商，很多上班族和独居长辈的午餐就在超商解决。攻略：御饭团其实是冷饭，抗性淀粉有加分，选鲑鱼或鸡肉口味，再配1盒沙拉和1颗茶叶蛋，1瓶无糖豆浆，这个组合比微波意大利面加含糖红茶的组合高下立判。看到荞麦面沙拉这种冷面配蛋白质的品项也可以拿。地雷区在哪？关东煮的甜不辣、米血，这些其实都是淀粉加工品，别把它们当配菜。还有那排看起来无害的果汁，含糖量常常比可乐还高。还有一个场景外的大魔王必须点名，手摇饮。你在主食上斤斤计较，1杯半糖珍奶就能让全部努力归零。珍珠本身就是糊化的素薯淀粉，等于喝1碗甜的面，再加上果糖糖浆，血糖和3酸甘油酯一起遭殃。真的想喝，把频率降到1周1次，选无糖茶底，珍珠换椰果或不加料。更好的做法是家里冰1壶冷泡茶，想喝的时候先倒1杯，8成的瘾就过去了。记住，对血糖来说，喝的糖永远比吃的糖更凶，因为它连咀嚼这道减速带都省了。一句话总结实战篇：控糖不是找到一种神主食，而是每一餐都凑齐，粗一点的淀粉，足够的蛋白质，大量的纤维，这3张牌凑齐了，吃饭吃面都是好局，牌不齐，吃什么都是险棋。讲到这里，饭和面的恩怨情仇算是理清了，但实测还发现一件事，它的影响力比你选饭还是选面更大，那就是你先吃什么。同样一份便当，张大哥用2种顺序吃。第一种，饿了嘛，先扒2口饭再说。第二种，先把青菜吃掉，再吃肉和豆腐，最后才动饭。2种吃法，血糖曲线差距大到像2个不同的人。先吃菜和蛋白质，等于先在肠胃里铺了1层纤维缓冲垫，淀粉消化吸收的速度整个被拖慢，血糖高峰明显变矮。这招叫进食顺序法，不用借任何食物，不用多花1毛钱，只是把吃的顺序倒过来，菜、肉、饭。医界这几年反复验证，它是最容易坚持的控糖技巧，没有之一。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我饭也换了，顺序也对了，血糖还是起伏很大，为什么？这时候要抬头看2个常被忽略的幕后黑手：睡眠和压力。睡不好，隔天的血糖就是会比较难看。熬夜和睡眠不足会让身体的压力荷尔蒙升高，胰岛素的工作效率跟着变差。同一碗饭，睡饱的你吃是一条缓坡，熬夜的你吃就是一座尖峰。压力也是同一个道理，长期焦虑、紧绷，身体会持续分泌让血糖升高的荷尔蒙，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遇到危险要有力气逃跑的设计。只是现代人的危险从野兽变成了账单和家庭群组，所以如果你饮食都做对了，数字还是不动，先检查自己的睡眠时数和压力状态，那可能才是你的破口。另外，我要破解3个在长辈圈流传很广的控糖伪神器，免得你白花钱。第一个，苦瓜含各种苦瓜制品，苦瓜是好蔬菜，多吃无妨，但把它当成降血糖的药就想太多了。目前的证据强度根本撑不起吃苦瓜就能降糖这句话，更别提很多苦瓜锭、苦瓜饮加工品里面的有效成分和剂量都是问号。第二个，肉桂，研究结果分歧，就算有效果也很小，撒在咖啡上增添风味，可以指望它救血糖不行。第三个，喝醋，饭前喝点稀释的醋，确实有些研究看到小幅延缓血糖上升的效果，但幅度远远比不上你把白饭换糙米，先吃菜再吃饭，而且空腹灌浓醋还会刺激肠胃。一句话，这些东西都只是加分题的小数点，考卷的大题永远是主食、顺序、运动、睡眠、钱和力气要花在大题上。进食顺序之外，还有一个免费外挂，饭后动一动，注意
不是叫你饭后去跑步，是吃完饭的半小时内起身走个10到15分钟，散步的强度就够。原理很直白，你的肌肉是全身最大的吸糖海绵，肌肉一收缩，就会把血液里的糖抓进去当燃料用，而且这个过程不太需要胰岛素帮忙。饭后血糖正要往上冲的时候，你让大腿这些大肌肉动起来，等于派了一支部队在半路拦截糖分。很多带血糖机的人第一次看到饭后散步让曲线压平的效果，都直呼不可思议。相反地，吃饱立刻往沙发一躺，开始滑手机，就是把整条高速公路让给血糖飙车。最后快问快答，处理几个留言区一定会出现的问题。第一题，饭后水果会不会让血糖更糟？重点在分量和时机。跟着正餐尾声吃一份拳头大的水果，血糖冲击有前面的菜和蛋白质垫底，通常比2餐之间空腹磕一大盘水果来得平稳，果汁就免了，纤维被打掉，糖分浓缩，一杯柳橙汁等于好几颗柳丁的糖。第二题，改吃低 GI 的饼干，蛋糕可以吗？小心，低 GI 3个字现在被很多零食当行销话术用。饼干蛋糕再怎么低 GI， 本质还是精致淀粉，加油加糖，量一多，什么指数都救不了你。低 GI 是用来挑主食的工具，不是给零食开的赦免状。第三题，那干脆不吃淀粉最快，不建议，尤其是长辈。淀粉是大脑和身体的主要燃料，长期极端断淀粉，容易没力、掉肌肉、情绪差，而且多数人撑不了多久就报复性反弹。我们整支影片的重点从来不是戒，而是换和排序，换粗一点的淀粉，排对进食顺序，这才是能走一辈子的路。为了让你更好上手，我把张大哥后来实际执行的1日3餐摊开给你看，你可以整份抄走。早餐昨晚预先煮好冷藏的糙米混白米饭，早上回温1碗8分满，配1颗荷包蛋，1碟烫青菜，1杯无糖豆浆。吃的顺序，青菜、蛋、豆浆穿插着喝，最后才吃饭。这一餐有抗性淀粉，有蛋白质，有纤维，血糖曲线平得像散步。午餐外食日就走自助餐攻略，2格菜，1格豆腐，1格鱼，糙米饭8分满。吃面日就是干拌面加烫青菜加卤蛋，汤留下。吃完不躺，起身走15分钟，可以是散步去买个东西，在骑楼来回走，甚至站着洗碗都算。晚餐家里开火，主食减到半碗到8分，满菜和蛋白质的分量跟午餐一样不缩水。重点是晚餐时间尽量提早，睡前3小时吃完，让血糖在睡前有时间回落。宵夜想吃的时候，先喝一杯温水或无糖茶，10分钟后，通常一半的饿就消失了。那不是饿，是嘴馋。你看，整份菜单里没有任何昂贵的超级食物，没有生酮，没有断食，没有代餐，全是菜市场和巷口就买得到的东西。控糖真正的门槛从来不是钱，是知识和顺序。帮家里长厨的人再补3个食物技巧。第一，饭一次煮一锅，分装冷藏，这不只省瓦斯，还顺便把每一碗都变成含抗性淀粉的隔夜饭，控糖和方便一次到位。冷藏的饭建议3天内吃完，冷冻可以放更久。第二，煮面记得宁可弹牙不要软烂，面条煮的时间短一点，淀粉糊化程度低，血糖反应就温和一点。意大利人坚持的弹牙口感，歪打正著是控糖智慧。第三，勾芡自己来就能控制，家里做羹汤，太白粉减半，或改用少量莲藕粉，浓稠度够味道在，血糖负担少一截。外面买的羹，你永远不知道那锅芡下了多重的手。至于作息不规律的人，轮夜班的，照顾家人半夜要起来的，你们的主食安排要抓一个原则，把最大份的淀粉放在活动量最大的那段时间之前。睡前那一餐淀粉减半，蛋白质含蔬菜补上，身体在休息时处理糖分的效率最差。同一碗面，下班前吃含睡觉前吃，是2种待遇。你看，整套逻辑讲到底就一句话，让糖进来的速度配合身体用糖的速度。最后，把所有实测结论浓缩成3个外食点餐口诀，你下次站在面摊或自助餐前面，
直接照着做。口诀一：看得见圆形的，赢过看不见的。糙米饭赢白饭，白饭赢稀饭，干面赢羹面，加工越多，煮得越糊，血糖越失控。口诀二：先菜后肉再淀粉，汤放最后浅尝，顺序对了，同一份餐血糖高峰直接降一截。口诀三：餐盘永远要有3个颜色，绿色的菜，一份蛋白质，再来主食，一碗孤零零的阳春面，是血糖最坏的朋友。第4题，像张大哥那样的连续血糖机，值得自费带吗？如果你是糖尿病前期，或是怎么调整都看不到成效的人，短期带个2周是一笔划算的投资。它最大的价值不是数字本身，而是让你亲眼看见自己的身体对每种食物的真实反应。很多人带了之后才发现，别人眼中的地雷食物自己吃了没事，反而某样自以为安全的食物才是个人克星。每个人的血糖反应有个体差异，数据会告诉你专属于你的答案。不过提醒，不需要长期带着焦虑地盯数字，抓到自己的规律之后，就回归正常生活。对了，还有一类主食我必须单独拉出来警告，因为它在台湾人的餐桌上出现的频率太高。糯米家族，油饭、麻薯、粽子、汤圆、糯米肠。糯米的淀粉结构几乎全是支链淀粉，特别容易被快速分解，血糖反应在主食界名列前茅。逢年过节，一颗肉粽的威力可能超过1碗半的白饭，再配上甜辣酱，血糖直接放烟火。不是叫你端午节不吃粽子，而是吃粽子的那餐饭就免了。粽子就是你的主食，一颗为限，配盘烫青菜，饭后散步加倍。节日是拿来过的，不是拿来报复血糖的。聪明换，不应戒，才过得长久。回到张大哥，2周实测结束后，他没有戒饭，也没有戒面，只做了3件事：饭改吃隔夜回温的糙米混白米，跟面改成配料多的干拌面加烫青菜，每餐先吃菜再吃饭。3个月后回诊，糖化血色素调回了安全区。他跟卫教师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原来不是饭的问题，是我根本不会吃饭。今天的重点帮你整理成3句话。第一，白饭和面条都是精致淀粉，换来换去不会控糖，真正的差别在煮法和配料，勾芡跟类才是隐藏大魔王。第二，饭放凉再回温会产生抗性淀粉，隔夜饭是控糖的免费神器。第三，先菜再肉，最后淀粉的进食顺序是最不用意志力的控糖技巧。看完今天的实测，你最想先改的是哪一个习惯？